有看他的表情吗？你看他的眼神，有我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找那个妖艳贱货？讨厌！就是为什么会有黄巾之乱？因为那个东汉末年啊，就是饥荒嘛，然后皇帝还在那边，嘉玉说皇帝还在那边选妃哦，我有听嘉玉那边讲，他大概有讲一下，不知道时辰对不对？然后就是，已经没有饭吃了，皇宫里面内政乱七八糟。选妃敛财，然后没有饭吃。那时候最重要就是以农立国嘛，水之间的收的米还不够哦。然后他说：“你敢独自旅行？对，官商勾结，独自旅行。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信息量很够，因为像这种独自旅行的啊，很容易遇到黑店。遇到黑店怎样？你知道吗？被下迷药。被下迷药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被下迷药会被钱包被收掉嘛，什么的，还是被割肾嘛？以前不是，以前是整个人就被直接被做掉。你整个人直接被做掉，不是就被做掉而已哦，不是人财两失。除了人头不能吃，其他的部分全部都切掉吃掉。是会被吃掉哦，知道吗？除了内脏、人头不能吃之外，其他地方全部都吃掉。做人肉包子啊，这是真的啊！最近又是偷东西，又是拦路抢劫的，无论什么地方都混乱不堪。对，没有一定的武力值啊。对啊，没有一定的武力值是没有办法的啊。就算有武力值，也有可能。半夜啊，你看它那个窗子有一格一格的，半夜它从一格什么插一根管子，然后吹一个烟，呼，然后你就睡着了，有没有那一种？我运气好。客人您就别谦虚了。客官，您是要在这边住一阵子的吧？这时候肉包就横空出世了，迷烟对。然后你要吹那个烟的时候，你不能先深呼吸哦，因为你想要吹满，你先吸气，然后因为你想要吹很大的一口吹出去，你要先吸气。如果你想靠武艺赚钱的话，不如试试参加义勇军如何？知道吗？要迷昏人要有这个诀窍，你不能先吸气哈，要记住了。有一种暗器啊，那个管子里面有一种小小的细镖，吹出去会有那个镖可以吹到人家的脖子，像那个毛利小五郎那个有没有？吹到他的脖子。毛利小五郎是手表那个吧？以前古早是小管子，然后你可以吹镖，有没有？那你要吹那个镖的时候，你不能先吸气，因为你一吸气就刚好你就刚好吸，一吸进去就。就刚好吸到你自己的喉咙里面，这时候要哈姆立克也立不出来了，那个叫吹剑，对，所以这种暗器也蛮危险的哦。先吹，没有，你先在旁边吸完再吹，你不能直接吸，不能含着吸，知道吗？我在教你怎样使用暗器呀，懂不懂啊？我没有，我们不是开车，我是说，哎呀，这是行走江湖，我们在客栈居住，难免都会遇到劫财劫色，男孩子在外面也要好好保护自己。而且我们在古代，这种下毒方式是稀松平常的，最简单的。不然他要弄一个没穿衣服的突然冲进去你房间吗？他一定要先下药嘛，对不对？而且他都想要把你劫财劫色，而不是劫色啊，劫财，然后剁你的人肉了，对不对？有没有？你看到处都窗户，这晚上睡觉多危险啊！
超级危险，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生活想要过得去，身上总要带的乐音哦。乐音还好啊，我最爱的大鸡鸡，易德好帅哦。你看，易德，刚刚讲关羽应该是23岁、24岁啊，他就是他的弟弟，他应该也是23岁、22岁。我们只有7月，23岁、23岁的易德，23或22啊，所以他大概。而这位是义兄刘玄德，请多关照。对不对？我们的玄德几岁？对啊，161，关羽160，他是161，所以他大概是25岁，一个25，一个24，一个23，这样子，我是这样猜啦，各差1岁这样子。你看他们3个20几岁，我老6啦。没想到大哥竟还记得。我能记住别人的姓名与评价，也算是个不起眼的小特长，是吗？被当面夸奖，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以前是卖什么的？卖鞋子的，还是卖草席的？刘备。对了，卖草鞋的，卖鞋子的，所以他都会记得说你鞋子穿几号。所以以后刘备的口头禅说，你不能跟他讲说你是不知道鞋要穿几号的，刘备都知道，我偏偏知道哦。那你可以跟他呛这句吗？因为他的特长是他都记得嘛，记得什么人嘛，对不对？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同行？他揪我什么啊，大哥？有俺们在还不够吗？有俺们在还不够吗？怎么会呢？那又为何？他的表情好可爱哦！你有看他的表情吗？你看他的眼神，他眼神画得不错有我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找那个妖艳贱货？讨厌！有我就行了，大哥，干嘛还找他？你看他的表情，他好会画哦，好想放大给你们看哦，你们自己放大好不好？那个表情。我们义勇军才成立不久，一直都欢迎侠义之人加入，不是吗？然后我们的玄德帅帅。卖鞋小哥这么帅，怪不得他可以当成一个金牌 CEO， 卖鞋卖到变义勇军，成立刘家军。KTR， 晚上好，这样瞬间恋爱养成游戏，讨厌，俺不来了。听闻你与云长向官军大打出手，杰森就说：“俺不来了，俺不来。”他很美，你看他那个表情，而且他的眼神还会动好啦，1990，光这个眼神我就买单了 ，OK 啦。我都没按他还是他的眼神还在那边，还在旁边耍脾气。你看他的脸，还是有在动你看 ，OK 啦。我光看这个画面就可以看5分钟了，还是有在晃动的，耍小脾气。你看玄德该去安抚一下他的大胸肌了吧？好吧，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不过俺得先看看你有几斤几两。欢迎你来。黄巾军应该没有那么快就被解决的啊。那我要很求丢的说，热烈欢迎我吧，热烈欢迎我吧。看来是放心不下受苦的人啊。不错。还是选项就纯粹是恶搞的，反正这个文本对话应该不会影响结局吧。欢迎来到假三国。大哥的安危就由我来守护了，谁都别想伤害大哥。刘备说：“靠你喽！”
有云长伴随，我便能毫无顾虑地向敌阵进攻。哎呦，有你真好。刘备说翼德秦越东侧就交给你们了，从两方面夹击敌军就可以张皇失措。他叫我跟张翼德从东侧跟他一起夹击，左右夹击，这是他的战略。他说翼德，你愿意协助吧？翼德说，这是哪里没办法，大哥都开口了，那我就帮你一把吧。我就跟张翼德，刘备会在左边这里蓝色这一块，我是右边绿色这一块，他会从左边上去嘛，我要从右边上去，我们要左右夹击，是这样吧？他是走左道，我是走右道嘛，我从右边上，他从左边上嘛，这个意思吧？我们两个要尽力救助村民，所以我们两个任务比较重。他是直这样冲上去，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些亮，我们4个亮点，这是我们的任务啊，我们有4个亮点。我这个剧情的，我是应该是随便挥一挥就 OK 啦。但是如果你们玩高难度的话，你们就是要你们其实这个一理通百理通啦。你们玩最高难度的就是要把这个战前军役把它搞清楚，它的任务规划是什么，然后你把那个任务条件达到的话，你们的那个最后的结算应该就会达到最好的。这谁写给我信？义勇军的感谢信啊！秦越大人，初次致信，请见谅。我是一名曾为你所救的无名义勇军。初见您时，我只觉得您不起眼又不苟言笑。现在想来，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不仅轻易击溃了将我逼入绝境的敌将，还在战场上来去自如，救其他同伴于危难之中。我那时候便确信您未来定能成为义军之将，于乱世翱翔。这一小小心意就赠予您，还望您能收下。原来是粉丝写来的信啊，粉丝信，狗怕口，粉丝抖内啊，谢谢，狗怕口，救他一命，给我500，后台领500哦，赚到赚烂，你看，好心有好报，粉丝写信给我，抖内500，不错吧？对于像你这样来历不明的家伙，怎么可能才刚认识不久就信任有加呢？他不敢正眼看我，你看他害羞了，心里看，你看他虽然长得人高马大，但现在害羞了，有没有？铁汉柔情，害羞了。江头，那你想跟我结拜吗？不行啊，兄弟有事转身。他说他家后院桃花开得正盛，他是杀猪是他家杀的吗？他本来是干嘛的？他家院子还有种桃花树，那他家应该蛮有钱的咯。三兄弟最有钱，对啊，因为他还可以请人家，他还能请人家喝酒。他杀猪，他是小地主他有点钱对啊，他还是卖酒的古代卖酒是蛮有钱的家里有点产业关羽是卖枣子的家里是种枣树的所以对啊，因为你看他讲这句话啊，他家后院家里有后院就可以请人家赏花吃酒，那个时候家里饭已经吃不饱了，还能喝酒，就是家里还蛮有钱的了啊。他们就是刘备有理想，遇到有钱干爹就是张飞，关羽可能就是凑数的，你知道吗？因为武力值还蛮高的，凑人数刚好就3个结义，因为2个人数还不够，所以3个古代比较喜欢3个。
两个都通常都会觉得结伴两个太少，因为孔子说什么三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师，是不是？所以他们比较喜欢三人成军。你现在可谓是真不够坦率，家伙，你就不能换个说法吗？这就说喜欢我嘛，对不对？我用沙包大的拳头，像感谢啊，请多包涵什么的，真是够嚣张。正史笔墨写得很好，就是有钱人都会学一些文或武啊，他可能基本文可能学的还好，但是他可能更喜欢武，所以他就是弃文从武。也有可能是朝代的关系，因为这时候文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武会比较防身会比较好。不过这倒也不赖，俺不讨厌像你这样有胆但量的家伙。他应该文韬武略学得不错，因为他带兵啊，带兵行军啊，是需要布防的。他带兵带得不错，所以他的兵书应该也是读得不错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胸不在大，有形则灵。我的闺蜜说得很好啊！你看，这不愧是我的好闺蜜 Jason 啊，有形则灵，对。秦越大人，太感谢你了，抱歉给你突然来信，我是此前遭黄金党袭击的村子的村民。当时我本以为自己命数已尽，没想到你英勇出手，将贼寇全数击退。莫非你是那传闻中行侠仗义的习武者？对此，我还是不多过问了。不过，请容许我向您感谢，愿你今后的乱世之旅一路平安。那个粉丝又寄信给我抖内的，给我一个装饰品，大巫医、大鸟翼还是大巫医？到底有没有那一横啊？做好事还是会好报的啊！粉丝又寄了一些感谢品给我了。有没有？张飞的张飞的信好傲娇哦。莫非张飞跟一军是好朋友？傲娇属性，张飞，这给你。秦越，看你不在屋里，俺就给你留个书信。俺要把这雕琢玉石的工具送给你。俺家附近住着一个玉雕工匠，老爷子已经到了隐退的年纪，于是找了俺商量。想把爱惜使用至今的工作道具托付给别人，你心灵手巧，想必能活用它吧？据说把老爷子制作的宝玉镶在武器上，能让人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呢。为时，哎呀，定情信物是不是？张飞喜欢我啊，他对我的好感度还蛮高的。华佗。哦，是华佗，不是扁鹊啦。扁鹊更早了，是华佗啦，讲错了，对不起。华佗145，所以华佗现在已经40几岁了哦。我的腰疼得厉害，哪里有神医能给我看看吗？1184，等一下，184减145，所以华佗现在是没有，不是华佗。华佗现在已经39岁了哦，所以他现在离我们还很远。对，第2章。所以这个腰痛要找华佗，但是华佗只会刮骨啊，刮骨会治腰痛吗？他神医好啊，你侮辱谁？以前看过一本书，说华佗死掉的时候，他留下遗书被他老婆烧掉，只留下《本草纲目》埋。他有那个麻沸散啊，打麻专业户，说不定哦。人家他是最大的药头合法执政。
我等同在。你知道这种战争战到后面啊，很讨厌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太残酷了。上面有再多的理想现实啊，下面的都会在那边乱来，你知道吗？一片狼藉啊！你以为电影在那边开玩笑吗？真的，终会成男的杀掉，女的强奸，这便是人之钱财抢走。人人都应遵守法律，而触犯法律之人必受严惩。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没有在好小的。然后历史都不会写，学白起啊，粮食不够就屠城。对，这样就一人少吃一口，没有人，不够吃是不是？人杀一杀，那就够吃了。我们只剩下3天的粮食，好，把人杀一杀，我们就有6天的粮食了。是这个道理吗？先把那些没用的杀掉，是不是？什么脚断一只的啊，手断一只的啊，有受伤的啊，全部都砍了，浪费粮食，还可以省药费。哦，我跟他讲个话就要送我东西哦。猛进闪，习得武艺，哇，教我剑术哎。他的兄弟遍布海内四方。对啊，孙子兵法最重要的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以攻城是下之道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家都一直推崇诸葛亮？为什么一直讲诸葛孔明？因为他是伐谋之术啊。